关于罗马帝国的崩溃，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讨论哦。上一集我们说过，既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么当然也不会是一天就衰亡了。在五贤君之后，开始了绵延不绝的内战与混乱，导致饥荒、瘟疫爆发，使得外来势力亲门踏户，逐渐衰亡。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有学者认为，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罗马是受到日耳曼民族猛烈的攻击而导致灭亡，是没错。传统上我们定义西罗马帝国就是受到日耳曼民族的入侵，并在西元476年亡国。但这是灭亡的结果，并不是造成这样的原因。再加上蛮族的威胁一直都存在哦，这是从罗马建成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伴随着罗马的外部威胁。并不会因为罗马发展出共和体制，或是罗马开启元首政治就消失了。因此，既然外部蛮族的威胁并不是罗马衰亡的源头，那就有人反过来从内部检讨，提出了铅中毒的说法。也就是说，罗马人的饮用水中含有铅，使得他们的人口逐渐凋零。不过，他们的输水管道是用白刺陶土做成的，所以这个说法也比较没有说服力。我个人认为比较可能的说法是政治与经济上的两大原因。首先是他们政治体系缺乏继承制度，也就是说，在统治者挂掉后，如果没有指定继承人，那么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并开始互相争夺王位，使得内战频繁。另外还有一点是，罗马的政治属于贵族阶级才能参与的游戏，中下层阶级对于统治者的更替漠不关心。因此，当古老的忠诚与爱国精神消失后，而国家再度面临存亡的危机时，就很难再唤起底层广大民众的爱国心了。至于经济上的原因，我们之前不断的强调，罗马的文明发展是建立在庞大的奴隶制度上。奴隶不仅作为农业生产的劳力，也作为各种工商制造的动力。一旦向外扩张的动力衰减，奴隶的来源减少，同时又没有战争俘虏的补充，那么人力资源的匮乏就会让罗马的经济产生动摇，而逐渐走向衰亡。另外，也可能跟当时的气候变迁有些关系哦，因为全球进入小冰期，导致游牧民族必须南下寻找食物来源。这种变化不只有在罗马发生，其实在中国王朝也是面临同样的状况。好，话说回来，自从康茂德被杀后，罗马陷入了黑暗而且混乱不堪的军阀内战时代，要一直到西元284年，一位名叫戴克里先的军事家成为罗马的领导者后，才赋予他新的活力。因为戴克里先看到了在他之前的好几任短命皇帝都是因为军阀武力的滥用以及继承帝位的制度缺陷，所以在他成为统治者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为了避免滥用军事武力，所以他把军队和指挥体系给分割开来，并裁减帝国的内部野战军团与禁卫军，只保留外部的边防军维持完整的编制。不过，也因为这样的改革，让他深深感受到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压力，让他觉得无法透过自己一个人有效治理庞大的帝国。所以他把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没错，就是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他自己统治东半部，西半部则交给他的同伴马克西米安来统领。两位皇帝冠上奥古斯都的头衔。还没完哦，有鉴于之前的继承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嘛，所以他又创立了副手制度。东西两位皇帝各自再选定一位继承人，头衔是凯撒。这下有趣了，罗马变成由4位统治者共同管理，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称的4帝共治。理想的情况是，当皇帝奥古斯都退位后，便由凯撒继承皇位。新任的奥古斯都再指定新的凯撒作为副手，但是呢，这个制度在戴克里先退位后，4帝共治却变成了4帝内战。不过这个我们等等再说。除了军事改革与继承制度，戴克里先也进一步执行所谓的东方化政策。首先是他把帝国的重心挪到了土耳其的城市尼科美迪亚，而不是意大利的罗马。换句话说，他认为国内比较重要的地方位于东半部，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统治东边，并把西边交给他的同伴治理的其中一个原因。再来，他舍弃了原本元首政体的那一套制度，他不认为自己是第一公民，而是改用君主、君王，也就是东方帝王的称号与礼仪，并彻底转变成专制政体。最后，他启用官僚体制，透过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统治国家。这样的结果让重组后的罗马皇帝更像是埃及的法老，而不是原本的罗马共和或是元首政治的统治者。而伴随着专制与集权，当他的统治到了后期，越来越臃肿的官僚体系反而成为了帝国的负担。夸张一点来说，负责征收赋税的官员搞不好还都比缴纳税赋的人民还要多。到了西元305年，55岁的戴克里先决定金盆洗手，不玩了。不仅他自己不想玩了，还希望他的同伴，也就是统治西半部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一起退休，两个人共同享受悠闲的快乐退休生活。而在他们双双退位后，原本的两位副手凯撒也就各自继承东西罗马帝国。不过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像戴克里先这种对于权势没有什么留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只要四帝共治中的其中一位有想要更大权力的企图心，那么就很容易引发内战。所以在戴克里先退位没多久后，内战就爆发了。而这场内战要到西罗马皇帝的儿子君士坦丁扫平天下后，才又恢复统一。君士坦丁废除了四帝共治的继承制度，对他来说，戴克里先没有能力一个人统治庞大的帝国，那是他的问题。但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他完全可以独自一人统治庞大的罗马，并在西元330年在欧亚两洲的交界处建立起新的首都，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成为控制东西向的交通、贸易、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此外，君士坦丁在专制集权上又更进一步，把继承制度改成世袭制，这等于让罗马的政体倒退回去西元前6世纪，在罗马人推翻国王前的老旧君主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重组后的罗马帝国跟原本的罗马已经有了本质上的不同。把国家当作是自己财产的君士坦丁，在他死后把国家传给他的3个儿子，这当然又引起了一系列的内战与动荡，一直到狄奥多西一世才又将罗马给统一起来。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在西元395年，狄奥多西死后，他将罗马传位给2位儿子，长子统治东罗马，次子统领西罗马，接着罗马便再也没有统一过了。以前我们念书时，很常硬背西元395年罗马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476年西罗马灭亡，1453年东罗马灭亡，但这都只是背诵年代而已。回到事情的本源上，其实在戴克里先进行改革与东方化的政策时，罗马的东西差异就已经开始了。再加上君士坦丁又以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让东方的贸易与行政地位更加重要。西半部讲拉丁语，有钱的是大地主阶级；东半部讲的是希腊语，顶层阶级是高阶官员或是透过贸易奢侈品的豪商，贫富差距严重。总之，在这段期间，文化与艺术因为不断的分裂、内战与混乱，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反而是让追求心灵寄托的宗教有了发展的舞台。没错，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基督教。这个我们之前在第6集时介绍希伯来人的时候有稍微聊过，已经忘记的朋友可以回去看一下哦。好，那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谈谈这个世界3大宗教之一的信仰。希伯来人前期的宗教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是学者们推测出来的假设理论。他们认为一开始希伯来人的信仰跟其他西亚的民族一样，都是属于多神崇拜。紧接着是第2阶段，当然就是由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逃出来后，逐渐发展而成的一神崇拜。在摩西的推广下，他们虽然不否认其他神祇的存在，但却只固定崇拜一位神祇，那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有具体的人形，也有人的情绪。他虽然善良，但有时候也会有偏激的行为。
在这一个时期，希伯来人借由各种道德约束、仪式和禁忌来崇拜耶和华。具体的戒律就是10戒，像是不能谋杀、奸淫、偷盗、害人等等规范。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些规范只受限于希伯来人哦，对于其他民族则不适用。因此，他们才能够攻打迦南人，收回失土，或是抢夺古代以色列人的财物，甚至驱逐或杀死他们。接着，引导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进入第3个阶段的是先知革命。这段时期主要是受到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威胁或统治，导致他们遭到禁锢的巴比伦之囚。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布道者能够在灾难来临前提前预言到他们的命运，像是以色列王国会被亚述人给灭亡，犹太王国则会被巴比伦人给征服等等。而这种预言到未来灾难的布道者也就被称为先知。先知革命带来的教义主要有3点。第一，根本一神论，耶和华是宇宙唯一的主宰，其他的神都是伪神。第二，耶和华是正义之神，他只行善举，其他一切邪恶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第三，耶和华看重信徒的道德，要求他们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到欺压的弱势群体。在这样的教义下，他们艰困地度过了从亡国后被囚禁的岁月。等到波斯人灭了新巴比伦，解放犹太人后，他们的信仰也就进入了第4个阶段，放逐后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变化是末世论的出现，从亡国到波斯与希腊城邦的争霸，让犹太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是属于比较弱小的民族，因此才慢慢转变成寄望于弥赛亚与千禧年的到来。也就是说，上帝会派遣一位救世主弥赛亚，他会让犹太人强大起来，重建圣殿，把耶和华的信仰在末日来临之前传遍全世界。这种对于救世主的期待，让犹太人在被迫离开家园、流浪世界各地时，仍然可以维持他们的信仰，并相信在末日来临时，弥赛亚将主持最后的审判，作恶的人会受到无尽的处罚，圣民则会继续服侍永不败坏的国度。经过前期的4个发展阶段，紧接着的历史，我们前面几集才刚讲完。亚历山大的征服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东西文化的碰撞在希腊化时代进行交融。希腊哲学又回过头来深深影响了罗马的上层社会，而底层阶级则是广泛流传着波斯的密特拉宗教，而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接下来耶稣的活动。传统上，西方纪年是以耶稣诞生作为元年开始计算，在耶稣出生前是 Before Christ， 基督徒称为主前，简写 BC， 耶稣出生后则是 Anno Domini， 称为主后，简写 AD。 不过实际上呢，耶稣出生在西元前4或7年，确切的年份有很多争论，难以考证。目前比较主流的说法是西元前4年出生，而非基督徒的纪年则以 Common Era 为主，缩写为 CE， 中文可以翻为公元、纪元或西元，而公元前则是 BCE， 也就是 Before the Common Era。 好，在耶稣长大到开始传道的时期，犹太地区是罗马的属国。之前我们也说过，罗马的底层社会长期受到压迫与劳动奴役，所以他们只能寄托于宗教带来心灵上的安慰。而犹太民族更是希望有救世主的出现，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而耶稣传道的经历，目前只能透过新约圣经中的记载来得知一二。不过这几部福音毕竟是宗教经文，在历史领域中的可信度并不高，所以我们大概只能知道他传播的理念，像是上帝是天上的父，人类则是兄弟，要宽恕并爱自己的敌人，以德报怨，末世即将来临等等。另外，耶稣也很反对把复杂的仪式当成信仰的主要元素，这也就让原本的犹太教领袖对他非常不满，并以耶稣自称神的儿子、亵渎上帝、煽动犹太人叛乱等罪名逮捕他，并交给了罗马政府。而耶稣则受到鞭刑，并被押往刑场，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
因为在他死后3天，信徒们开始传播耶稣复活的讯息，而耶稣更是多次在门徒面前显现，长达40天。这让耶稣从此具有了神性，并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信仰。这代表耶稣是基督，是救世主，也是圣子。他是上帝派来人间，替人类的罪孽受难，并替人类赎罪而死。所以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他将会再次降临人间，成为世人的审判者。那至于基督教是如何在罗马帝国传播，并成为国教的呢？当然，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既然外部蛮族的威胁并不是罗马衰亡的源头，并不是哦，好，对此。因此，既然外部蛮族的威胁在这，所以他把罗马一分为2，没错，就是分成东西。再一次，我指东，应该是要左手，对不对？对。好。好。55岁的戴克里先决定金盆洗手，不玩了。他不，这次喝口水。